军部密件，必须得按章。这是平南王武烈。我之前一直觉得这名册有问题，上面写了这么多名字，像是记录下来给某个人审看的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是给谁看的？你是说参风甲的首领？没错。我爹跟霍将军当时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个参将，带走海牙孤儿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他们也不可能做主。所以说，这上面有平南王武烈的名字就对了，不然他们带不回海牙孤儿。身为大齐最尊贵之人，身处大齐最阴暗之处，渡大齐最难渡之劫。可什么地方是大齐最阴暗的呢？什么劫难是大齐最难渡的？武烈是陛下的亲叔叔。你也想到了？应该就是那个地方。这次怕是要麻烦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次麻烦可大了。父亲，父亲，风清竹还有点东西。散作满星河，只为爱过你，秋水空一色。哪怕繁花落地也故事，哪怕样子匆匆难归时，等比丘陵与之爱情，白驹过隙，花落成形。那一幕万种风情，抵得住刀光剑影。站住！天牢重地，无事速速离开。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多有得罪。奉圣上旨意办事，带我们去丰裕。是。丰裕？不知二位大人去丰裕时，是你该问的吗？请。他居然徒手篆刻石碑，此人内力深不可测。两位回去吧。刚刚我们说的话，您没有听明白吗？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能告诉我们海牙真相的只有您，您为何？世间之法皆是因果，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，有因生果，因果力然。世界迷雾，不外因果。我在此地修行赎罪，为的就是了却当年因果。不说，外界便不会因我再起孽障。两位回去吧。平南王，我们不会离开。速速离开！你笑什么？我在笑你。我有何可笑？处处可笑。你曾叱咤风云，如今却躲在这风雨之中，无数大奸大恶之徒就活在你头顶之上，如此可悲，岂不可笑？你身带百金铁链，以为这区区皮肉之苦便可为因你而死的无数生灵消障，如此天真，岂不可笑？你口口声声因果障孽，可你连因从何来，果为谁受都不知道。
如此愚笨，岂不可笑？你无需逞口舌之力，因果汇聚时，果报会自受。你根本不了解赎罪之修行。赎罪？荒唐！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你坐下参讲，我恩师钟云氏历朝刚毅，铁面无私，为捕20年，破冤案悬案760余，抓获奸恶之徒1700余，百姓暂为捕亡。可在风波湖上，身受千针万线，穿孔惨死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你坐下参讲霍宗耀，戎马20年，血战平沙，南征漠海，大小100余战，战无不胜，官拜上将，身上刀枪剑伤数不胜数，沙场为王，却在自家宅院遭人毒害，一双杀敌之手将自己活活掐死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还有你坐下参讲，同心。退隐江湖，立平远镖局，手下镖师惩奸除恶，大报不平，护一方百姓安宁。平远侠义之名，江湖流传。可在一夜之间，镖局上下74口惨遭灭门，只留一子流落江湖，惨遭人贩拐卖。你告诉我，何为赎罪？还有苗杰、沈弼、陆文忠、樊敬之、秦业，他们哪个没有为大秦呕心沥血？哪个没有为大秦殚精竭虑？与他们相比，你又算什么赎罪？闭嘴！海牙孤儿，生父生母死于战乱之中。你以为将他们带回是给他们生路一条？可后来如何呢？他们大多因无根而历经坎坷，杨凤母更是死于非命。他们被夜莎带走，蛊惑成了死士。为了向大齐复仇，哪怕身死也要效忠夜莎。无烈，因是你所中，我就要除你之外的所有人来受。你躲在这里，带着这锁链，念着佛经，诵着佛号，只是为了掩住你的虚伪，遮住你的懦弱。你口口声声了结因果，赎清罪孽，可你了了什么因果，赎了什么罪孽？可以继续躲在你这风雨之中，念经诵佛，但我和你不一样。你了不了的因果，我替你去了；你赎不清的罪孽，我替你去赎。你太像你师父了，这是海牙的地图。像你师父一样，找到他，带他回来。怎么都是女子？你们不是海牙人，从哪里来的？果然还有幸存者。我们是大齐来的，我们能谈谈吗？离开这里！我们没有恶意，立刻离开！先走。阿星，阿星，你们走开！他中毒了。你敢动他，我就和你们拼命！他是个医者，来救人的。他
他中的是蛇毒，我的药箱里有急救药，我的药箱被他们偷走了，在海岸的营地。让开，走，去营地。等等，你们不能去营地。现在没空听你说什么大旗人跟海牙人的恩怨了。你要是想救这个孩子，就听我们的。走，快走吧。阿星，太好了，好像是小月。走。还有得救。该不会是野兽进来了吧？不像是野兽，像是人咬的。怎么可能是人？小月姑娘，刚刚都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出来点灯，灯一亮，我一低头就发现他在这儿。霍小姐，帮我把药箱拿来。啊，好。大哥，这屋檐上有血迹，一直延伸到外面。师妹，你把营地的人都集中在一块儿。童双，我们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外面有很多野兽，还是不要追了。放心。在哪儿？在这。大哥那边，走。血迹就到这儿了。这么大片森林不好找啊。走。有血腥味。童双，还有余温，跟营地里一样。都是被人咬死的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这么像人的兔子，竟然敢吃！小心点，这附近可能还有野兽。你们不是见到那个怪物了吗？其实，他是我的哥哥罗森，之前一直关在这个笼子里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营地里的物资没办法支撑我们度过冬天。为了活下去，我的哥哥和营地其他男人决定冒险去一趟小古城。毕竟那里曾经繁荣过，就算有再多恐怖的传闻，在死亡面前也就没那么可怕了。只要能够拿回一些物资，我们就多一线希望。他们成功的从小古城回来了，拿回来的物资也足够我们度过寒冬。可没想到，却是噩梦的开始。去过小古城的几个人，先后开始发狂，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失去了灵魂。我哥便决定趁他们昏迷的时候，把这些人带到地下密室关起来，不让任何人接触。直到把这些变成怪物的人活活饿死。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死，所以只能趁大家都睡下以后，偷
都扔给他一些吃的。可今晚我去地下的时候，发现他竟然弄碎了锁链，从笼子里跑了出来。我慌了神，赶紧追出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哥，他已经伤了人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把你哥哥找回来。你们有办法吗？人呢？还来不来呀？这鸡再好都不好吃了都。你先别急，你先把你口水擦一擦，你擦一下你的吧。刚刚下的药，2头牛都迷得晕，他怎么还能站得起来？哎，小心点啊！放心吧。好。哎，怪物！